既然你来送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婉清，走，快走！放开我！你不是不要我了吗？你不要来找我！不要来找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不要再瞒着我。 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快快快！好。 双儿死了，徐伯君干的，都怪我，都怪我没照顾好他。你知道吗？在我来的时候。 我特别害怕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。我怕我晚来一步，如果你在，我们什么都算到了，就是没有算到徐伯爵会对顾小姐下手。我以为我瞒得很好，你是怎么识破的？其实那天回家看到照片，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。洋枪队是不是在江浦和人交过火？是啊，遇到一股马匪，不过有惊无险。马匪？ 遇到的不是军人吗？洋枪队那是帮老爷押货的，怎么能对军人开枪呢？对不起啊，之前说了那么重的话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才瞒着我的，但我真的好庆幸你是骗我的。那我瞒你，你是怎么调包的？ 那天你在我家看完照片，突然就不辞而别，我就在猜是不是穆婉婷在相册里做了手脚，所以这些天我就一直盯着她。我发现私底下，她和山下纯一的秘书长谷川有来往。我就觉得他们要对我下手了。果不其然，
他们弄了一批西药到穆家的仓库，好了，我就害怕他们要对付你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，直到廖先生给我打电话，我才知道事情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。我想了个办法，摆脱了山下纯一的监视，乔装去了码头。当我到了码头，正好看到那批军火上岸。我为了拖延时间，把6号仓库和9号仓库的牌子调换了。又担心管事拿钥匙来开门的时候很快穿帮，说来也是运气好，那天刚好有一个管事喝醉了，我就打电话支走了另一个管事，把6号钥匙的位置和9号钥匙的位置交换。哦，先生，门口有一个您的包裹。我。我刚换完，左参谋的人就来了。那个喝醉的管事就带着他们去了9号仓库。开门，6号仓库的门。就这样，在你们检查9号仓库的时候，我调走了6号仓库的军火，又把钥匙还了回去。而且在出货单上写下了山下纯一落户在日本商会的名字。麻烦填一下单子。最后呢，又让穆管家把出货单放在那批西药里，让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婉清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做非常的危险。如果那个管事没有喝醉，怎么办？可是通敌是死罪啊，无论如何都要赌一把。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吧？那你就不怕吗？为了你，我怕什么？对不起。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在司令部对我说你父亲的死和我家有关系的时候，我才是真的怕。我觉得我全身的血都冻住了。对不起。那天没有人在场，你没有必要和我演戏。你为什么还要骗我？因为在你来之前，我意识到，这个山下纯一很可能是请君入瓮。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让你彻底离开我，我怕你有危险。抓那几个奸细嘴太严了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不过老夫早就盯着他们了，这是他们的行动轨迹。他们去银行干什么？
他们在几天前都收到了一大笔钱，并且在同一时间都去银行汇给了在日本的家人。不对呀，难道说他们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抓？这些钱其实是用来补偿他们的，又或者，他们被抓只是为了迷惑我们？这个山下纯一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放我进去！我要找你们谭司令！放开我！放开！糟了，我们中计了，中了徐伯钧和山下纯一的计了，绝对不能让晚清卷进来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山下纯一和徐伯钧到底要干什么，他们怎么对我都无所谓。但是你是我的软肋，我不想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我不想当你的软肋，我要当你的盔甲。你是我的平安符。那以后遇到了什么危险都要告诉我，我也想保护你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爹，连累了双儿，差一点连你都护不住，还要你豁出性命的去帮我。这不怪你啊。我爹死后，我为了让谭家军继续活下去，就过上了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生活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成王败寇，只要我赢了就行。可是，一次次经历的险胜，让我意识到，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会怕。我怕在刀口上过这样的日子，我怕我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身边的人被卷进去。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，廖先生曾说过，这个世道让我们每个人都裹挟其中，没有一个人能独善其身。是啊，这裴勋和徐伯钧曾经也是反抗清廷、推翻帝制的人，可是现在呢，却做了一方土皇帝。我怕，我也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，变成下一个裴勋，下一个徐伯钧。我相信你不会的。我们的结果是什么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就像我选择了你，我觉得这就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动摇。连个女人，你都摆不平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属下实在没有想到，顾月霜宁愿死，都不肯反咬谭玄龄一口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裴勋已经断定谭玄龄无罪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未伤他分毫。督军，没事，老毛病了。这2天胸口老是喘不上气。督军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事情办好。行了行了，你也不必过于自责了。但是我徐家还有一个筹码，成败在此一举。
日升昌号会在泉州靠岸，那里已经是你们控制的区域，如果及时接应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穆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仗义相助，我替前线的将士谢谢你。没事，玄灵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是啊，廖叔，不用客气，咱们也算是过命的交情。虽然这次他们没有发现什么，可是那个裴勋心里面肯定扎了根刺。这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这个上海王啊，听起来风光，其实呢就是泥菩萨。之前要防着徐伯钧，现在还得防着裴勋。等你们真的打过了长江，整个上海啊，肯定是你们第一个要拿下的。怎么，也要防着我了？没有。但是你们共产党打起仗来不要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独立团，号称铁军，自北伐以来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先不说我们的交情，就说是硬碰硬吧，我都没有信心能打赢你们。再说了，我带兄弟们来上海是来过好日子的，又不是来当炮灰的。如果是替裴勋当炮灰，那就更不值了。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。廖叔，我想走条新路。新路？这事儿啊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走新路，就意味着要抛下旧包袱，包括你现在所拥有的地位、权力，还有财富。廖叔，今天拥有的，明天也会失去的。你说的对，在这个混乱的世道里，没有谁是赢家。与其争名夺利，不如为这天下人争一个好世道。所以廖叔，我想和你们一起，为改变这个世道出一份力。组织上会全力支持。你还好吗？我不会因为你父亲的罪过就迁怒于你，但同样，我更不会因为他是你父亲就会放过他。自古忠孝难两全，是忠于自己的国家，还是孝顺你的父亲？你自己选。徐光耀，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，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，我一定不会心软。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。光耀哥，玄灵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刚刚把话说得那么重，光耀哥已经够伤心了，你还刺激他。我知道他心里难受，但是他已经到了不得不选择的地步了。所以你并不怪他，你是故意的。这世道配不上他。如果他不是徐伯钧的儿子，或许我们会成为好兄弟吧。你是在逼他做选择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如果随着徐家这艘破船一起沉掉，那就太可惜了。陪我去趟佘山吧，丹四，去佘山。还疼吗？前几天，我叔叔谭子杰在江城病故了。他常年不理军务，这军权一直有几个手下的师长把持着。这革命军已经在长江对岸与江城对峙，万一这战火燃起，江城的百姓就要受苦了。看来你是有打算了。我跟谭家军的兄弟们商量好了，他们都是江城人。虽然十几年没回家，但是江城毕竟是他们出生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也不愿意看着江城被战火摧残，更不愿意看着父老乡亲们受苦。我是谭家的人，始终有一份责任在。我想向裴勋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，带着谭家军的兄弟们回到江城，脱离北洋政府，投奔革命，让江城免于战火。那革命军那边知道你的打算吗？知道。我给廖先生发过电报，他已经说服了司令部，让江城对岸的革命军停火，配合我行动。既然万事都具备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万青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我会拜托吴相应，保证你和穆家的安全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陪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喊的是什么吗？记得呀。你当时说上海，我回来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以为你守着上海，我守着穆家，咱们就能这么一天天的过下去。但现在上海是守不住了，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难道你这个江城镇守使上任不带家眷的？上海，我要走了！上海，我们要走了！
你要跟我回疆场？是啊。那天廖先生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多。虽然穆家现在富甲一方，但其实也是待宰的羔羊，被军阀按在砧板上。现在革命军步步紧逼，各地军阀也变本加厉，很多地方的税都收到了50年以后，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你说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但是穆家在上海经营了这么多年，这生意人不比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。虽然上海易了主，这生意可能困难一些，但是至少能撑下去。你没必要跟我一样做这样的生死抉择。是啊，我们穆家是生意人，不管是徐伯钧、裴勋，还是革命军来了，我都能活下去。只要上海一样过日子，我穆家的生意就一定能做下去。但那是认识你之前了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肯定这一辈子就这样做生意了。但是遇见你之后，我的心也变大了呀。这个世道是个大变局，在这个大变局中，只有棋手可以做生死抉择，而棋子只能听天由命。所以，你想做棋手？如果不是棋手，再精彩的棋局也是别人的，我不甘心。没看出来啊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赌一把。反正还有你护着我啊。安青，我向你保证，这盘棋我们不会输。我信你。等我们的行动成功了，我们就在江城结婚。我让我爹、我娘、我大哥，还有我们谭家的列祖列宗，都来看看我有多么好的一个媳妇。好，那我就要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放心把这个小子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疼他一辈子，我会给他一个家，让他不再是一个人。好。到了广州，去司令部找廖先生，把信交给他，他会帮你安排。谭司令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你还愿意帮我。双儿看到你能振作起来，他会很高兴的。哦，对了，帮我跟廖先生带个好。嗯，一定。不过，我去广州的事，还请替我保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山水有相逢，我们会再见的。保重。周宝兄，去那边
好好照顾自己。高阳，你真的不跟我走吗？行了，都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别在这儿待着，都走开！哎呀，行行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赶紧走，搞得这乌烟瘴气的，走开！起来，起来！谭四，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别坐在这儿了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这位长官，长官，有何指示啊？谁规定的不能在火车站乞讨？我们司令部是没有这个规定，难不成是你定的？这里是火车站，他们在这儿要饭，太难看了吧？因为难看，你就要把他们给赶出去。你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就有饭吃了吗？快要饿死了！如果今天这里的任何一位因为被赶出去饿死了，你负责吗？是小的考虑不周，小的考虑不周。谢谢长官。去买点吃的，给他们分了。好好好，也算我们一份。好了，大家跟我过来，这边。战火连年，最没选择的其实是他们。啊，让一下！别着急，都有，不要抢，不要着急，别抢！徐少帅买单，一个个都管够。都有，都管够。他是徐伯钧的儿子。是的，不过你怎么直呼我们大帅的名字呢？徐伯钧，他是凶手，他是个凶手！你看，这个凶手！就是徐伯钧挑起了战争，就是个好人啊！我们不是你瞒的。大家冷静，别扔了，冷静！大家冷静！别扔了！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他碍着你们什么了？找了他一个晚上，眼看着就要找着了，就差一步啊！对我来说，兄弟就是大事。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现在动用日本商会的力量置我于死地？而且，你更不知道10年前他是怎么在罗炳文手中胜出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山下准一。山下先生，日本人。别扔了！光耀哥，徐光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？穆婉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穆志远在火车站遇刺，谁干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，没有怀疑过吗？大家别扔了！别打了，冷静一下，冷静！大伙先听我说，大家冷静一下。我是谭全林，我说句公道话，徐督办一直在上海任职，岳城督军府的所作所为跟他无关，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好吗？谁说没有关系啊？冷静，大家冷静，各位冷静一下。怎么会跟他没关系？我一共2个儿子，小儿子在裴督军手底下当兵，大儿子在徐伯钧手下。我小儿子战死在战场上了，我的大儿子挂念我，想回家看看我，没想到就你们抓着了，活活给枪毙了呀！扣不了干系，开不了枪的兵，留着也没用。谢谢少帅。冷静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别扔了。
你也是个孩子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走吧，散了。你终于想清楚了，郭耀哥。山水有相逢，我们再见。保重。保重。东西都放好了啊！哎，小崔，赶快去厨房把那个海鲜干货都带上啊！是。哎，这个一定要小心啊！这个也要小心。我只是去江城，又不是去野营，哪用得着这么多东西啊？哎呀，大小姐，你多带一点是一点。江城那个乡下地方，能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呀？是啊，谁让你们家大小姐看上我这个乡巴佬了？哎呦，谭司令啊，哎呦，您别见怪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方叔是心疼我，有口无心，你还计较？我知道。哎，方叔啊，你们也都放心，江城呢虽然比不了大上海，但是只要有我在，一定会照顾好晚清的。哎，好好好，司令小姐，那我去忙去了啊。好，请。真是的，你都吓着他了。怪我。司令，司令。四小姐发来电报，说她不能来参加婚礼了。她让你和穆小姐千万珍重，不要挂念她。她还附了一首诗：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愿君摘取南海月，散落清辉到江城。他真的猜到你的打算了。司令，穆小姐，我怎么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？这广州的古称是南海郡。这诗的最后2句是祝愿玄林早日脱离北洋政府，拥护国民革命。但是司令，一旦我们公开拥护革命，那就意味着跟北京政府彻底决裂，那四小姐在北京可就危险了。如果裴军再拿她当做人质的话，那我们是进退两难啊。现在只看裴少军能不能不负所托，保四小姐平安无事了。谭四，你现在去报社，以我的名义登一份声明，就说谭家四小姐谭桑榆，生性顽劣，忤逆长辈，私自离家与裴少军私奔，寡廉鲜耻，为家法所不容，故将其开除出谭氏宗祠。即日起，无论生死，都与我江城谭家无关。不，司令，您疯了！这个声明一出的话，四小姐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能怎么办？我已经给她找了退路，是她不回来呀。可见，她已经认定了那个裴少军，即使是千难万难，也不会回头的。
登了声明，四小姐就不再是谭家的人了。这样，就算裴勋抓了她，也拿她没有办法。这是眼前最好的办法了。我终究护不了他一生，他自己选的路，就让他自己走吧。去吧。都知道今天是你上任，怎么都没有人出来接啊？不好说。谭家老二真的辞了上海司令，回江城当镇守使？啊，北京的委任状他已经拿到手了，想必这个时候已经在城门口了。都10年没回来过了，这个时候跳出来横插一杠，真是不识相。不要再说了。这10年，谭子杰就是个甩手掌柜的，里里外外都是你在撑着。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他死了，居然跳出来谭家老二，难道那个毛小子还想压在你头上不成？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不要再说了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就是从上海来的谭司令吧？您就是陈少武师长吗？正是鄙人。想必谭司令知道，镇守江城一直是我的职责。我子杰叔一直身体不好，所以一直由您代劳，麻烦您了。现在好了，我接任江城镇守使，您也就做好分内之事就好了。哼，我分内之事就是保江城的平安。谭司令此番走马上任，带了这么多来路不明的人，是我恐难从命。我的这些兵都是谭家的老兵，并非来路不明，他们每一个人的渊源都比您深厚得多。我只想带他们回家而已。回家？他们的番号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他们只不过是上海一个商会的民团罢了，连个军人都不是。谭司令把这些人带回来，不太合适吧？陈师长，你是故意为难我吗？谭司令是北京政府任命的镇守使，走马上任，别人自然很欢迎。可带来的这些私兵，我不能接受。好，既然我接任了江城镇守使，那我命令你备好营房，备好军饷，把我的兄弟们迎进城。陈师长，这是要违抗军令吗？
进城。欢迎新任江城镇守使。队长，来，砰！想到以前了。我爹死后，谭家军就被罗炳文撤销了番号，这江城又归入了徐伯钧的地盘。有家不能回啊，一直漂泊在流浪。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来了。只不过这一切都变了。我明白。我刚回上海的时候，走进木公馆那一刻，也是这样的感受。明明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却恍如隔世。来，粒粒皆辛苦。我是回来了，可是人都不在了，真闹心啊！你还有我啊！是啊，还有你，以后还会有我们的孩子。会在这里玩耍，如果你喜欢，我们可以多生几个，生他一个排怎么样？你想累死我啊！司令，司令，有一名叫刘富的师长求见。刘富，刘叔，快请他进来。好。我们进城的时候，那个陈少武并不欢迎我们。这时候，这个刘师长来干嘛？这个刘富啊，是我爹的老部下了。当时我们在当马匪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是我爹的左膀右臂。小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一起学过骑马呢。但这10年没见了，难免不是一条心。今天这个陈少武，摆明了就是要和我翻脸的。我想要坐稳这个位置，就必须要得到这些老师长的支持。在这里面，我认识的只有这个刘叔了。可他靠得住吗？但我想赌一把。二少爷，刘叔，哎呀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当年你离开江城的时候，还是个10来岁的半大小子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威名赫赫的一方镇守使了。刘叔，你也没变。来，快请坐。哪儿没变呢？我都老了。刘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，穆婉清。刘叔好。这姑娘的气派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啊。要是你爹你娘看到了，不知道得有多高兴了。嗯。六叔，这10年来，
我一直没有回来祭拜过，我太不孝了。哎，这不能怪你。你一个人也够不容易的，每年清明的时候，这香烛供果，我都替你记着呢。你爹娘不会怪你的。多谢刘叔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你进城的时候，姓陈的，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？陈师长这些年来一直代理军务，劳苦功高。如果我不回来，这江城镇守使他是不二人选。他心有怨言，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。有件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呀？刘叔，有什么话您直说。我怀疑你子结树不是病死的。真的要去啊？明明知道是鸿门宴，他敢害你叔叔，未必不会害你。放心吧，他不是我对手。现在了还逞威风，江城的情况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但你男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放心吧。各位同僚，谭司令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谭司令当年在上海当过司令，这次回到江城这个小地方坐镇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大家听令，让我们一起敬谭司令一杯。啊，从今以后，只要谭司令一声令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哎，各位，稍安勿躁，听我说一句。陈师长，哎，您这么说可是太客气了，谭某羞愧难当。今天是家宴，咱们抛开所有的官职，在座的各位大部分是我的前辈，是长辈，我敬大家，来，干了！敬谭司令，敬谭司令。请坐，敬。烟酒不分家啊！来，抽一根。哈德门好烟。哎呦，你看，这酒劲这么大，我都晕乎了。这是老家的小烧，你可能在外面时间长了，先点上。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没事吧？呼吸不上来了。谭司令喝多了，在外边透透气，啊！
陈市长，你给我的可是索命烟，烟酒不分家。谭司令，来一根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。 谭司令，大家诚心诚意来为你接风，你倒好，2条人命，你眼都不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对呀，就是干什么？陈少武为了一己私欲，谋害前镇守使谭子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怎么变成这样啊？诸位，前镇守使谭子杰在泡温泉的时候心脏病突发，溺水而亡。心脏病？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。 他在死亡之前抽的正是陈少武给他的哈德门香烟。之后，我们对烟头进行了化验，发现香烟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洋地黄。这个洋地黄可以使人的心脏骤停。就是刚刚陈少武如法炮制，给谭司令抽了同样的香烟。这个人怎么这么阴险呢？这是丧心病狂！真是丧心病狂！ 死有余辜，太恶毒了！陈少武为了把持军权，谋杀长官，实属丧心病狂。对，这种人就是该死！该死！该死！什么东西？就是该死！哎，你说，这新任的镇守使带着新兵到咱们江城来。 这不明显的改朝换代吗？那咱们前程怎么办？还要什么前程？你没听说淮南镇守使都被革命军抓了吗？这江城啊，早晚朝夕不保，革命军一来准完蛋。我说你俩就稍高兴吧，我们这些在陈少武部下的，回头还不知道被怎么处理呢。这谭司令据说是陪都军的人，你说那个徐都军把税收到几10年后，他该不会不承认吧？哎，新官上任，咱们肯定又得扒层皮啊！大家说是不是啊？ 各位乡亲，我是谭司令的家眷，我替他向你们保证，再也不会苛捐杂税。谭夫人，此话可当真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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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兵的事情谭司令管，钱的事情我能说上话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这回有希望了。是。请，请。 各位江城军界同仁，各位守卫江城、劳苦功高的兄弟们，大家都知道，今日江城局势危急，又遭逢变故，军中无帅，人心惶惶。但所幸的是，谭家军后人谭司令心系家乡，挺身而出，他放弃上海司令之位，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。 这实属我江城百姓之福，也是我等之大幸。下面欢迎江城新任镇守使谭玄林长官为大家讲话。
离家多年，各位认识我的人可能不多，不过没关系。你们应该听说过，自民国新造以来，最年轻的上海王谭司令，不仅敢从越城督军徐伯钧的嘴里抢肉吃，还让他下了瘾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上海王谭玄龄。我这次回江城出任镇守使，是我自愿的。江城现在正处于两军交战的前沿，革命军一直想要攻占这个长江北岸的水路要冲，而北京政府呢，却一直在观望。只要我们作战不利，他们就会随时派人接管我们，甚至兵戈相向。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江城现在的处境：四面楚歌。这个局势确实不好啊。所以，江城何去何从，不仅关系到我，也关系到现场的每一位的生死存亡。我回来不是为了争权，也不是为了名利，只是想为江城找一条出路，更是为了你们找一条活路。古人云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现在革命军就在对岸。即便我们埋了水雷，关了城门，可又能坚持多久呢？这10几年来，无论是罗督军、徐督军还是裴督军，又有哪一位真正把江城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呢？江城对他们来说，只不过是隔开战火的屏障，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筹码。所以，作为江城镇守使，我在此宣布，江城拥护革命。这都是自己人，怎么会打起来呢？这干什么？这都大家不要怕，我是上海华商总会的会长穆婉清，我愿意跟谭司令来到江城，就是因为军阀之战实在令我们苦不堪言。税收到了几10年后，大家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。拥护革命对我们来说，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啊！对呀，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。所以请大家相信我们。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，年轻有为，相信你啊！对呀，可以，相信你。拥护革命是我的决定。但是人各有志，我绝不强求。现在，愿意跟随我的，我把你们当兄弟；不愿意跟随我的，我也不会挽留。我数5个数，现在愿意跟随我的，把枪放下。5。4、3、2、1。都是血里活里滚出来的，自然不一样。谢谢刘叔。好了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我的兄弟，有仗一起打，有肉咱们一起吃。守住江城，人在城在，人在城在。
老傅，老傅，啊，给我喝一口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我的宝贝。我跟你讲啊，这酒除了好喝以外，还能消愁，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。你看你抠的样子，你军饷没给你发呀？司令好。怎么还没睡啊，婉清？镇守使大人也太忙了吧，这么晚才回来。刚才在忙士兵安顿的事儿，事情有点多。那都安顿好了吗？安顿好了。我煮了莲子汤，进去喝一碗。婉清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我们之间还这么客气啊？你明天早上帮我出城，送一封信给徐光耀。为什么突然要给光耀哥送信？出什么事了？所以刘父是想跟着我找到徐光耀，今晚才没有动手。是，而且这电报局很可能已经被他控制了，不安全。所以你出城，第一是拖住刘父，第二呢，是赶紧让徐光耀派兵前来支援。可是刘父手下有2万人，你只有2000人，你能支撑得住吗？这刘父呢，一直在养病，而且他手底下的兵久不操练。我谭家军可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，撑到徐光耀前来支援，肯定没问题。可是光耀哥现在在淮南前线，最早也要后天早上才能到，以一敌十，我不放心你。你男人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？啊？好啦，放心吧，以少胜多的仗我打的还少吗？而且我之前答应过你的，以后的事不会再对你有任何隐瞒。所以，我说能撑住，就一定能撑住，你要相信我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明天早上就去。好，那我让谭四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今天晚上我们要拜堂成亲。婉清，我们现在结婚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要不还是等你回来。我觉得不草率啊，反正我是想好了，铁了心让你做我的丈夫。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？
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有别的想法？如果这辈子我能有个老婆，如果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有别的想法。那既然没有别的想法，就过来把卖身契签了。签了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好好的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说话跟土匪似的？谁让我看上你这个马匪崽子呢？不有点土匪做派，下半辈子怎么镇得住你啊？我哪里写的不对吗？你这国语是日本老师教的吧？韵脚都没押对啊！怎么，你是不愿意跟我生死相依，还是不想和我不离不弃啊？我说韵脚，你扯哪儿去了？我们把名字写上，从此以后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不要再瞒着我了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我们
我们还没喝交杯酒呢，新婚之夜不喝交杯酒，不吉利。来，你想灌我？我灌你干嘛呀？你把我灌醉了，你就不用碰我了。这样，就算你死了，我还可以再嫁。交杯酒我喝，但是说好了，今天我们谁都不可以醉。好。你躲不掉的。真是没见过你这么猴急的新娘子。我给我的丈夫宽衣，谁也管不着。干嘛呀？这些疤，我回来要检查的。多一刀，你看我怎么罚你。我不想走，我想留下来陪你。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家，我们要生好多孩子，我们每年都要拍全家福。我不想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婉清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把信交给许光耀，让他派兵来支援，这样我们才能守住江城，守住我们的家。到时候孩子、全家福都会有的，啊！可是对我来说，只有你在我身边，陪着我变老，我们陪着孩子长大，这才是我想要的一切。你要是不在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答应我的，
说好的一辈子，一天都不能少。我说话算话，一天都不少。信收好了吗？平安符带好了吗？一直带着呢。我给你求的肯定灵验，子弹绕着你飞也打不着你。我信。可我还是舍不得你啊。没事儿，最多过2天，你就能见到我了。一辈子这么长，不差这一天，啊？我得走了，刘父的兵还盯着我呢。万青，请。等我回来。司令，真不敢想象，婉清小姐看见这封信，回营备战。婉清，我的兵动不了。为什么动不了？我们现在正在和芜湖镇守使2个师对峙。如果我的兵现在调去江城，淮南很快又会落入敌人手中。不过我已经向司令部通知了，司令部现在马上会调过去2个团，前往江城支援。可是刘飞有2万人啊，我们给他2个团只是杯水车薪。光耀哥，玄林只有你这个希望了，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？婉清，前一段时间，廖希有给谭司令发过前线简报。我调不动兵，他应该是知道的。不可能，是他自己亲口让我来找你搬救兵的。既然这样，他为什么要给你写信啊？他信上写了什么？给我，你给我，不要激动，你给我。光耀兄，见字如面。江城危机遍起萧墙，我与谭家军2000余众，已被叛徒刘父2万大军困于城内，敌众我寡，孤军奋斗，为成功成仁，别无他途。我既已投身革命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
兄与婉清自小相识，对她关切之音乃是一片赤诚。你我曾为同僚，虽相交不甚，心中却是惺惺相惜，肝胆相照。我战死后，婉清心中必是痛切，你是她唯一的亲人，望兄悉心照料，务必要婉清将我忘记，快意余生。革命成功之后，若能回到上海，记得带她去老街吃生煎，去佘山看夜景。我欠她一生相守，此生无法偿还，望兄代劳，护她周全。人之相知，贵在知心，相光耀兄必不负我也。就此永别，感念之深。谭玄林诀别。他骗我，他说要活着等我回去。我们昨天才成亲，他今天就不要我了。婉清，我要回江城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。婉清，你不要冲动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师长，我们要是丢了淮南，这可是军法论处啊！你闭嘴！再想想办法。光耀哥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我不勉强你，但玄林他是我丈夫，我必须跟他在一起。报告，报告师长，前面抓了一个徐伯钧的探子，指明说要见你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婉清，徐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快跟我回来，我就起了疑心。可惜大帅一世英名，却被你耍得团团转。你回来就是为了帮谭玄林搬救兵的。副帅已同意和谈，并且将军权交给了我，我当然有权见机行事。大帅同意和谈，可没同意放过谭玄林。姓谭的害得大帅还不够惨吗？你不仅不替大帅报仇，还跟仇人沆瀣一气。徐远，我看就是这个女人挑唆的。你只是我父亲的副官，你管太多了。但我的命是大帅从战场上救回来的，大帅把我养大成人，教我做人做事。没有大帅就没有我，我有良心，不像你，白眼狼，不孝子。是，父亲当年把你从战场上捡了回来，你只有几个月大。听母亲说，你当时浑身发青，差点就死了。所以大帅的大恩大德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但你知道为什么父亲要把你捡回来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光绪22年，山东大刀会起义，父亲当时是巡防营管带，他带兵剿灭起义军，射杀了一对带着婴儿的起义军夫妇。那个婴儿只有几个月大，当时父亲走到婴儿面前，原本想用包着婴儿的包袱皮擦一擦带血的刺刀，谁知道就在他弯腰的时候，一个未死的起义军士兵向他射了一箭。父亲因为这个弯腰，躲过了一劫。他认为这个婴儿能给他带来好运，所以将他抱回了家。你骗我！这是我母亲日记本里写的。她觉得亏欠了你，所以她生前一直待你不薄。她这么做是为了替父亲赎罪。
你们走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元哥，怎么是你？你都听到了吧？徐远自杀了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什么也没有做。是他知道了真相，他觉得自己一辈子的忠诚都错付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的忠诚也都是你骗来的，骗着骗着，你自己都相信了。所以你作恶的时候，你都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你没有资格指责我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历朝帝王将相，哪个不手染鲜血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世道如此。世道如此，你以为一个世道如此就能洗脱你的罪过吗？你杀了我哥哥，栽赃罗督军，骗我爸爸替你筹军饷。你拿穆婉婷来吊着闵大成替你作恶多端，玄灵给我哥哥翻了案，你就想要他的性命，结果你害死了我爸爸，最后连顾小姐都死于你的手掌之中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世道逼你的吗？你这个泼妇！我要替光耀拔掉你这根刺！你这辈子唯一的良知，就是你还惦记着你的儿子。可是光耀哥，他根本不会听你的安排。光耀，把光耀叫来。光耀在哪里？光耀哥，他在替你还债，你做的恶事，他一件一件替你弥补。立正！向右转！你不是想看你儿子吗？他正在院子里，意气风发地整顿军队。大帅是读书人出身，一生以天下为己任，半生戎马，力图救国。无奈局势艰难，对于救国之法，不得要领，所以下野以求自省。他现在就在这院子里，整装待发，准备连夜去支援江城。有这样一个儿子，你一定很自豪。历史上没有一座城是破不了的，也没有谁家的地盘能够千秋万代的传下去。真正的地盘在老百姓心里，只有老百姓认我们、敬我们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有路走。光耀，从今天开始，部队就由我来接管。
我既领了越城军权，就要对你们负责，对越城的百姓负责。我要带领你们走一条新路，走一条为百姓求自由、为民族求独立、为国家求富强的路。父亲，父亲，我忘记你轮廓如何拼凑，让记忆。司令，是我。你伤口发炎了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没事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出人命了。老夫，有酒吗？有。忍一忍。老夫，算我欠你的。等仗打完了，咱们好好喝一顿。那你说话可要算数。放！放！司令，小心炮弹！
活捉谭玄林。是。你答应我的，说好的一辈子，一天都不能少。好，我说话算话，一天都不少。让开！谭玄林，你死定了！为什么要给徐伯君卖命？为什么？唯一一个儿子，就因为挪用了区区1万余元的军饷，被你爹处决了。你以为我是在为徐伯君卖命吗？不是，我是在给我儿子报仇啊！你肯定不知道，当年就是我。把你爹的行军路线告诉了徐伯君，才导致你爹的死亡。今天要让你们谭家断子绝孙。原来是你呀！
在呢。亮叔，玄林，伤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那，谭师长，欢迎归队。亮叔，我是您带到这条路上来的，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。司令，陪都军派来的和谈特使到了。裴少帅。哎呀，海哥！哎呀，我想死你了！哥哥手受伤了。哎呀，快下来！手伤了，哪伤了？我看看。撒手！我就不撒开，我就不撒手，我让你跟我断绝关系。我告诉你啊，血缘关系可是断不了的。好。曾宇，还你给我起来！谭师长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这疯丫头，在你那儿待了那么久，委屈你了。哦，哥，永远这么说自己亲妹妹的。不委屈，是他改变了我，我得谢谢他。
看来你已经说服了你父亲了。我们是殊途同归。没食言，是条汉子。哎，疯丫头，胳膊肘往外拐是吧？你终于承认了是吧？我们老裴向来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就你话多，我是想夸我妹妹眼光好呢。哎，谭师长，我们这以后都是同志了，你怎么还怼我？谭师长，哎，快看，谁来了？哎，谭师长，老吴，你怎么来了？去他的上海城防司令吧，以后啊，我就跟着你了。欢迎加入。